好，我是徐子涵。我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涨点。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卡住。对于一个P人来说，要用2-3句话来总结自己混乱的人生，实在是有一点困难。结果前2天呢，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在我毕业了5年之后，终于把我记起来了。他甩给我一张奖状。徐子涵校友（括号化学）在音乐方面表现突出。我说不愧是你啊，复旦大学，中国排名前3的10所大学当中的一所。非常荒诞，但是高度概括了我前26年的人生。我就是花了10几年的时间，把自己卷进了一所名校，然后在毕业之后呢，成为音乐剧演员，悄悄惊艳我们就业指导中心的所有老师。虽然说我的人生相对荒诞，但其实我以前是一个非常乖的小孩，别人都是被动内卷，我是主动内卷。我后来回顾了我自己的学习生涯，我发现我学习的最大原动力居然是恐惧，就是我经常会感到害怕。我相信在座很多就是成绩好的同学都会有非常相似的感受哈。比方说我每一次考试之前都会担心我会获得一个相对糟糕的结果，所以我会把我要考砸的挂在嘴上，然后最后拿到成绩单一看，成绩居然还不错，收获了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的仇恨值。后来呢，我也很担心我会说错话，我会话语中有漏洞，被人 diss。所以我养成了穷思竭虑的习惯，我习惯把所有事情的逻辑都盘得很清晰。就算在我进入化学系之后决定转行，也是我先把我的视频发送到了互联网上，获得了网民们的正向反馈之后，我才下定决心要离开原先的轨道。就在我以为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转行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进了第一个音乐剧剧组。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表演，我在成为德艺双馨老艺术家道路上最大的难苦。当时我们那个导演就抱着我的脑壳跟我说出了以下荒诞的语录。他说：“你没有在真的生气，你在表演生气，你在自己演自己的，你没有和对手演员交流起来，你不要再思考了，徐子涵，你要感受。”你听听，这是人能听懂的话吗？反正我是一点听不懂。然后当时呢，我就很沮丧，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是在音乐剧组成为了差学生。我没有办法在排练厅里哭，我觉得很丢人，所以我就跑到厕所里去哭。排练厅、厕所、地板、隔间上的眼泪，全部都是我当时决定转行的时候脑子里进的水。后来呢，我想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得努力一下吧，我就动用了我所有的知识体系。把我要演的那个人物的行动线和逻辑线，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一个 program， 就是可以一键自动运行的那种。我总觉得这种标准化的操作肯定万无一失嘛，是最高效的。结果越努力越不幸，我被我们导演骂得更惨。后来呢，这麦克风不稳定。后来呢，我认识了一个也是T人的编剧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都是靠 thinking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路，他说你可以尝试在自己表演的时候，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抛出去，转移到自己和对手演员的关系上。我当时尝试了一下，我发现我不敢。就是在你表演的时候，要求你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自己身上，相当于我的所有行为、我的语言、我的动作、我的情绪都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那种感觉就像，比方说你挂在金茂大厦外墙上，你很害怕，你的手紧紧地抓着那个安全绳，然后上面人跟你说不要害怕，你松开也不会摔死的，但是本能就是让你不敢松开那个安全绳，就是这种感觉。我后来也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我才敢在台上尝试一下。我当时抱着必死的决心上台，第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把注意力从我自己身上甩出去，让我的身体凭本能去运作。结果就那次演出，我获得了一次此生难忘的演出体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精神在我身体里流动，就是好像脑子里有一个结突然被解开了一样，我居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对手演员在每一句台词中潜藏的情绪，而且我甚至会生气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清醒的有意识的状态下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愤怒情绪。
从此以后，我来判断自己今天有没有演好的第一标准就是，我今天知不知道对手演员演得怎么样，我的注意力有没有放在对手演员身上。如果今天我可以说出对手演员演得好还是不好，那说明我今天演得还不错。如果我回忆了一下，发现我根本想不起来对手演员做了什么，那完蛋，我今天肯定演砸了。我知道听到这里，大部分的同学的感受，就像我当时听到我们导演抱着我的脑壳说的那些话一样，就是这个女人在说些什么胡话。那我们换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跟大家生活更接近一点的说法。我们从小接受的呢，其实更多都是理性教育，不只是理科哈，就算是文科，比方说语文或者英语，我们接受的更多是偏语言学或者文学评论方面的教育。我们的感性认知教育其实一直都是比较薄弱的。虽然说哈，感性是人类或者说动物的本能，但是因为多年的理性教育规训，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他对于理性、对于思考、对于分析的依赖就越强，大量的精神力都会困在思考和分析当中，久而久之，我们的感性认知能力就退化了。内耗，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词。在我看来，内耗可能就是大量的精神力都耗在了同一个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上，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感受到周遭世界的变化了。相信经历过内耗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长期内耗选手。有一回我在和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当你陷入焦虑或者内耗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先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去分辨一下每一个物件都是什么颜色的。这可以帮助你迅速地意识到自己还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从而脱离意识的悬浮孤岛。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和我们之前说的表演里面要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出去，转移到自己和对手演员的关系上，是非常相似的处理方案，都是希望我们尽快和世界产生一个连结，从而脱离自我意识的困境，允许自己进入一个失控的状态，从而给精神松绑。好的，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我荒诞的人生。自从我做了演员之后，我认识了很多演员朋友，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颠覆了我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认知。他们会用自己99.5%的能量去体验、去感受、去爱、去恨、去挥洒青春，然后用剩下的0.5%保证自己第二天不要在一片树林里醒过来。你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炸裂的人生观。在他们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对错，没有那么多规矩，他们极度在乎自己的生命体验，更多的是我要和我不要。这么说其实比较抽象哈，就比方说打个比方，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然后呢我被一坨鸟屎砸中了，我可能会说，我居然会被鸟屎砸中，可能是因为这一带树比较多，所以鸟也比较多。那我知道了，下回我不走这条路。那如果是我的演员朋友，他们走在路上，然后被鸟屎砸中了，他们会说 What the hell, I hate bird， 就是这样的区别。你说我被鸟屎砸中的时候，我生气吗？我其实是生气的，但是我的教育经历使我直接走向了我为什么会被鸟屎砸中，以及我如何不会再被鸟屎砸中的一个解决方案 part。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受、我的体验、我的情绪，甚至是我的头皮被鸟屎砸中的时候的那个触感，都被我绕过去了，被我忽视了。相比之下，我的演员朋友，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快地走向解决方案的这个 part， 他们更多的反应都是当下的，是及时的。我有时候会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缺失的一部分？之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他在讨论 Z 时代为什么心理疾病发病率变高了。文章里说，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和世界的连结是很薄弱的。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楼房里度过，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时间以教室为主。我们和世界最强的连结，可能就是我们的学习成绩，或者说未来我们的工作成就、事业成就带来的社会认可。社会认可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能感受到，它其实是一个
伪命题，或者说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可能前几年大家趋之若鹜的，这2年就会变得一文不值。那以社会认可为坐标去构建自己人生的体系，它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迎来全面的崩盘。当社会评价体系崩盘的时候，像我们这一批本来感知能力就比较薄弱的或者退化的学生，我们和世界最强的连结就断掉了。我个人猜测，可能心理疾病就是这一种不平衡体系下带来的显化表现。在我进入演艺行业之后呢，我接受过很多采访，其中有很多人最后都会问我说：“你后悔抛下这么大的沉没成本进入演艺行业吗？”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就算我在演艺行业中没有获得足以弥补这些沉没成本的成就，我依然觉得这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选择。在学习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人生的 B 面，就是原来在理性思考、逻辑和对错的背后，还有掩藏更深的情绪、情感、感知、交流以及纯粹的喜怒。在认识到这些之后呢，我觉得我和世界的连结其实可以变得很多，它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平衡了。我相信我未来也可以在这样平衡的体系下，精神更加健康的生活下去。今天之所以跟大家讲这些呢，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和我都有非常类似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我们未来可能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遇到的困境或者说课题也是非常类似的。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参考吧。好的，进入结束语环节，又是我非常不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之所以欢聚在这里，是为了祝我的朋友们，祝大家的人生从此不能发懒发臭，祝大家的人生都可以感受到更多和世界的连结，都可以精神更加自由地流动在身体里。虽然我知道我们终究都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是无法脱离社会评价体系而独立存在的，或者说我们很难逃出这样的一个禁锢，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允许自己适当的失控，允许自己在一片树林里醒来。谢谢。